东乌乱局持续了8年之久，乌军对东乌地带顿巴斯地区的军事行动，从14年开始，一直到22年就从来没断过，各种炮击和小规模的进攻渗透一直都在进行。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发起初期，曾公开指出动用军事手段保卫顿巴斯已无可避免，故而俄罗斯决定先下手为强。这点来看的话，那俄军为何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毫无动作，搁着边境玩静坐战争，眼睁睁看着东乌打了8年就是不动手，非要等8年之后，乌克兰组建了大量新部队，接受了北约训练，也拿到了更多的美式装备后，才发起一个如今看起来问题百出的特别军事行动呢？看上去俨然就是俄军自己在贻误战机。对于这一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终于首次对镜头给出了回答。普京的答案大致可归为3点。第一点，普京表示，作为俄罗斯元首，他曾以为乌克兰局势会和平解决。其次是第二点，俄罗斯在2014年高端武备实力不足，比如说没有高超音速武器，现在有了，实力更强，准备更充分，就像拥有了其他多种新式现代化武器系统一样。最后一点是，莫斯科在特别军事行动发起前的8年间一直在试图和平解决问题，但现如今答案显而易见，俄罗斯在8年时间里一直被牵着鼻子走。总的来说，普京这番回答大致可以归为2点。首先是俄罗斯起初以为并一直在尝试和平解决问题，但后来事态失控，俄罗斯被乌克兰和美西方联合起来玩了。再者就是14年的时候，俄罗斯准备不足，实力不济，比如普京说的在装备上有所欠缺，故而将特别军事行动拖到2022年发起，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有必要的。先来说说第一条其实早在普京这次发言之前，西方就已经不止一次承认，在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欺骗了俄罗斯。已经卸任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就曾公开表示，所谓的明斯克协定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给乌克兰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确保其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俄罗斯正面过招。而在实际行动上，截止到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西方在14年到22年这8年期间，从未停止过武装乌克兰，向其传授北约的战术技巧，并将其向着西式军队的方向进行改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部队更是在北约框架下与乌军连续多年举行实兵对抗式的演习。以上这些为的就是等到和俄罗斯正面开战之后，能够以西方的军事体系更好的支援乌克兰。乌军对自己的北约装备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也会更强。从冲突爆发后的实战效果来看，美西方此举确实有一定效果，当然更能从现实角度佐证默克尔所言非虚。美西方确确实实给俄罗斯营造了一个谎言，以明斯克协定来武装升级乌克兰，争取时间，将乌克兰彻底打造成了一个军事堡垒和反俄冲突第一线。反观俄罗斯这边，也确实如普京所说，在特别军事行动发起前的8年中，俄罗斯是年年都向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呼吁停止通过，停止继续将乌克兰打造成反俄堡垒，但美西方无一例外都是置若罔闻。不仅如此，还变本加厉支持俄罗斯反俄，在背后卯足力气拱火，挑动斯拉夫人内战。俄乌冲突的本质就是一场美国为自身利益挑起的局部代理人战争，美国主动出招，俄罗斯被迫接招。当判定好话说尽都对美国不再起效果，再被西方牵着走，结局也不会变，战争已经无可避免的时候，普京随即决定先下手为强。因此也不能说俄罗斯没为和平付出过努力，只不过这在美国认准的利益收割目的面前是苍白无力、微不足道的。美国最终用远比俄罗斯大得多的影响力推动并挑起了战争的爆发，这便是问题的本质。再者，关于普京说的俄军在8年前没有做好军事准备包括武器装备不足这样的情况，那也都是事实。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时候，第一时间介入局势的俄军从拱卫莫斯科精锐云集的西部军区抽调2个师的部队，即刻前往了乌克兰。而后当时才走马上任不久的俄罗斯新任国防部长绍伊古便很快的发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西大门防区空了，没部队可用了。号称拱卫首都最精锐的西部军区拿出2个师的部队以后，基本就算是门户大开了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全都拜俄罗斯前任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的军改所致
总的来说，谢尔久科夫主导下的俄军军改系统性摧毁了俄罗斯陆军作为一支大国军队的大兵团正面野战能力，而是向着学习美国治安战的方向发展，大砍俄军人员编制、装备数量，全面裁军，倡导建设一支快速反应、减小精干的现代化俄军。事实证明谢尔久科夫主持的俄军军改完全失败，对付乌克兰这样的中等军事实力强国，兵力不足的俄军根本没有办法打。如今20万俄军的参战部队都没办法打速胜的仗，当年的小几万人俄军丢进乌克兰偌大的国土纵深里头，只能说连个炮都不带冒的，你就更别提打赢了。14年的俄军有局部介入并快速消灭乌军数个旅的能力，但没有攻城略地，打下乌克兰众多大城市并站稳脚跟守住的能力。战线一旦拉长，兵力根本不够用，这也是当年俄军在乌克兰危机时为什么没能进一步扩大战果的主要原因，单纯就是没这个能力。至于普京日所说的当年的俄军缺乏数量足够的先进装备这当然也是事实，只不过今天俄军用上这些先进装备都没有取得胜利。当年没这些装备，人还不够用的俄军，就更别提什么14年打赢乌克兰了。如果当时的俄军冒进，那么只会比今天打得更惨更烂。西方用明斯克协定当幌子，给乌克兰争取时间，发展自己好对抗俄罗斯，而俄罗斯自己也未尝不是利用这段时间来弥补缺失，养精蓄锐。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二人在过去8年里一直都在给谢尔久科夫军改后被折腾废的俄军找补，缝缝补补，直到22年才算是勉强拉出了一支可以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综合以上情况来看，只能说俄军在14年不打乌克兰，确实是一种多重因素汇总下必然会导致的结果。